叔，给门主的信为何如此难写啊？你若决心与那公子相结盟，那便不提关键细节即可；你若还信不过他，那便一五一十告谕门主。以他今日所作所为，还怕门主坐视不管？这些我如何不知？我只是拿不准，到底该不该信呢？可昨日你们从赏心亭回来，明明谈笑风生的，我还以为你早已笃定了。云香究竟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吧？查到今日，事情终于要浮出水面。可是我越查下去，我越觉得幕后的真凶绝非寻常之辈，要么涉及朝堂，要么有染凌月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若真如此，放任他公子相追查下去，定会惹来天大的祸端。叔，为何不告谕门主，将他驱赶出南都，以绝后患？云香若真似那文聪，我就不犹豫了。可不知怎的，我总想着再护他一程。你这云台中人却不断情，难怪不得门主重用。谁稀罕呢？叔，您是重情重义，不惜几番欺瞒门主，可你对那云香又了解多少？你就不怕他使得一身好计谋，更是操纵人心的高手？东家，东家，掌柜的，唐啸的银子到了。你去接吧，我再思量思量。咱们就应该唐掌柜真是会做生意，店铺打理营业。掌柜的，交割的单据。您稍等，好嘞，您拿好。掌柜的，什么意思？唐老板不是说银票交割吗？为何都是现银？哼，这现银也都是50两一锭，水头分量都足，掌柜的有何不放心？入账规矩如此。哼，这广汇庄规矩如此之多，真当自己是户部银库呢啊！你们唐府办事的小厮，都同你这般无礼呀！要不这样，你这儿也是钱庄，咱们一定的对戳子，先把这些现银都兑换成银票，一天也就兑完了，如何？掌柜的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走。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主人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。让开！让开！关城门！都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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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点啊！叔，叔，这些都是唐啸的银子啊。是，验过了，足色足两，数量也够。不对，
停停停！打开！不对，赌方流水皆为碎银才对。官定如何收的？说，东家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我们让官府给围了。啊，这说，快走，去找云香。那你呢？走。说，走。哟，王捕头，别来无恙啊！今儿怎么有空带着兄弟们到我这广汇庄来了？来来来，里屋喝杯茶。莫不凡，你案发了。你别吓唬我，按什么发呢？我厨房的案板倒是被水泡发了。南都府衙门昨夜丢失库银10万两，今日一早便有人出手告发你，眼下这人赃并获，看如何抵赖。原来是这把戏。说什么呢？冤枉！我说我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！说，到府衙大堂再喊。来，将犯手拿下。知府大人，那银子是唐啸冲抵我广汇庄的欠款，他这是栽赃陷害我呀！人赃并获，还想贪污他人，放肆！拿下！是。大人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啊！重则40棍，说是打。这莫不凡隐藏极深，始终一副无利不起早的奸商嘴脸。之前与文聪也并无多少往来，直到公子香入城才逐渐浮出水面。但少主以通天手段盗取库银，又巧施妙计栽赃给莫不凡。这次他定是回天乏术了。只是给云台个下马威，让他们收敛收敛。回天乏术。叶舵主如此捧我，是想打发我早日离开南都吧？属下不敢。少主，有人潜入唐府地窖，抢在官兵之前，带走了唐啸和那几名婢女的尸体。何人所为？叶舵主问话，为何不答？回少主，看装束，与昨日监视唐府的应是一伙人。少主命你看守唐府，你却任其所为。公子香若知道唐啸已死，定会看出蹊跷。废物！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些年叶舵主在南都苦心经营，你这是存心害他暴露身份，幼稚策。叶舵主不必太过用心，我的人惹的麻烦，我自会替你处理。总之，绝对不会让你在南宫先生面前难堪。走。还疼吗？不疼。说谎，委屈你了。眼下还不能和南宫放的人翻脸，得给他个台阶下下。云无知道，能替少主分忧，
是愿无此生的荣幸。没办法，这好好的钱庄说封就封了。你没听说这里面是贼窝，一帮江洋大盗。不能吧？他家开了10几年，看着是正经生意。无商不奸，这你哪能看得出来？他们抢了南都府库，这回可是人赃俱获。哎呦，是吗？热乎的包子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我正要去找你，一走就是1天1夜也不说一声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广汇庄出事了，康桥在等你。那些银子是先送到这里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不大对劲，便将他们轰走了。哎，云兄，你可算……你说，莫爷是私事被捕，你是申时来到连生坊，中间2个时辰你去了哪里？莫爷本让我速来找你，但我断定当务之急是要拿下唐啸，所以带人去了唐府。明知唐啸死了，死在唐府地窖，被乱刀分尸，死相凄惨。身旁还有几具女尸，均死于颈部刀伤，从伤口看像是自刎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处置了尸首。都带走了。好，这便有了回旋的余地。莫爷他肯定会为自己申辩，说被唐啸栽赃。按照律法，唐啸一定要出现在公堂，与莫爷对证，官府才可以定罪。如果让官府先一步找到唐啸的尸首，那么多半他们会认为莫爷是想杀人灭口。盗窃府库绝非寻常案件。这南都知府邵一恒又是人尽皆知的赃官，他很有可能为保乌纱帽，即便找不到唐啸，也会罗织出证据，让莫爷顶罪。你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对策。你何时才能想出对策？莫爷正在狱中受难，不像你我这般悠闲。公子香，唐啸背后是谁，你再清楚不过了。招惹唐啸的是你，身陷牢狱的却是我家莫爷。我若想不到对策，你当如何？废话，我不想再多说一句，我这就回去集结影子。你若再无对策，明日天亮前我必动手。康桥，你若与官府为敌，就是坏了门规。你这种人，还和我谈门规？都别在这等着了，先去做事。他出来自会告知我们。可我从未见过云兄如此模样，怕是莫爷那边出大事了。云香，唐啸死了。云东家，云东家，这……到底怎么了？
盗银栽赃之事不至于让你如此郁愤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梦？你不断努力的要睁开眼睛，你以为自己醒过来了，可后来发现自己还是身处一片黑暗之中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很少做梦，可想听你说说。我看得见真相，我看见它离我很近很近，很清晰。我伸出手，抓住它，把它攥在手心里。我要知道一个答案，我要知道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要么是，要么不是。答案应该只有一个才对。然后我松开手。是空的。是不是血洗罗家庄的真凶找到了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这便杀了他，替你报仇。如果是，只能说明我愚蠢至极，竟然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凶是我们身边的人？云香，现在不是你该醉的时候。是苏家，你准备去对付苏明玉了吗？那个时候他才多大？当务之急是先救莫言。你让我安静的自己待会儿，我没事。亚楠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人。舒姑娘，等一下，暂且不要让客人去后院，你们也是，不要打扰云东家。是。
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少主想要见你。3年了，未曾收到你一封书信。昨日江边一见，连个好脸色都没有。我是来给你带句话，阿娘近日一直提及，念着你在外边过得如何，可她老人家哪里想得到，宝贝女儿早习惯了新身份，怕是连自己姓寇都忘了。不是吗，我的好姐姐？你可真的想好了？是。你别烦心了，云东家现在也在为莫老板的事情忧心呢，也无暇顾及其他的，他怎么会迁怒于你呢？你是不知道，他那种冷，真让我不寒而栗。你与其自己在这里瞎猜，不如直接去问他，还少了许多误会。舒姑娘还说去问问，不也是一去不复返吗？我可不去添麻烦去。哎呀，别喝了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姐姐。阿姐。我来是给柯姑娘送礼物的，打开吧。姐，这是阿爹给阿娘的那对羊脂玉镯。正是。现在，这是给柯姑娘的聘礼。这是苏家的传家宝，姐姐。孟兰有姐姐和明玉的厚爱，已经足矣。这聘礼我不能收。别说傻话，收了这聘礼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媳妇儿。谢谢阿姐。不急着谢我。柯姑娘聪慧识大体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经过上次那番事情，明月的确是有了些长进，但是在商场上血雨腥风，所以今后苏家还要仰仗你。苏家有姐姐在，明玉现在也愈发有担当，姐姐不必担忧。是啊，阿姐，我最近也颇有心得，日后肯定在你身边好好学习，一定突飞猛进。这个给你。没有什么比在商场上摸爬滚打长进更快的。阿姐，这好端端的，干嘛把会长之位给我？这我如何做得好啊？阿姐也不是一来什么都会做的，放心，我已经帮你寻好了老师。带我去见公子香吧。洛公子，苏会长不像是要负荆请罪的样子。请不请罪，不是重点，
我为公子准备了2份厚礼。姐，云兄，你们这说什么呢？你听着便是。有一桩陈年往事，我本打算永远封存，因为此事一旦见光，我们苏家的仇人就不止云台一个。愿闻其详。天庆24年2月初1，先父见了一名不明来历的客人。先生之计为时高明，可老朽岂敢随意散播朝廷开海禁的谣言？且不说这是灭族抄家之重罪，就凭我手上没半点真凭实据，那文聪断不会轻易上当。谁说没有真凭实据？关于是否开海运，近些年来一直是朝廷上下讨论之重心。你手上拿的便是上个月朝堂之上近100位官员的请愿书。当时我年纪尚小，未有兴致再听。根据后行的事情发展，我猜家父正是因为误信了请愿书。后来的事，就如公子所料，商户们得知要开海禁，定会掀起风波，后面就出现了买地的风潮。当然，利欲熏心的文聪一定不会错过。可是当后来北都的辟谣文书下达，文聪已元气大伤，无力回天，所以公子此次推演出8成，却一直不知先父如何散布开海之谣言。刚才那段过往，也算是因果明了了。你说的故事很精彩，不过即便加上这一段，也无法证明当年骆家庄血案不是令尊所为。云兄，我父亲怎么会与骆家庄有关？你也知道骆家庄的事，知道多少？公子香，你答应过我。苏会长放心，你无需插言。之前听你推演，若我说对家父没有半点怀疑，实属假话。商人重利，难免利欲熏心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和明玉毫不知情。如若此事真是家父所为，那公子意欲何为呢？父债子偿。难说。我今日只身而来，方是笃定你是个明事理之人，钱荣的身手你也略知一二。如若官家知道御风仓之火是由公子而起，你想全身而退，亦是难事。你威胁我，是又如何？你此次为报私仇而来，已违背门规，云台绝不会插手此事。姐，云兄，此事定有误会，何至于此？误会是解不开当下的死结。确实如此。但是，我带了2份厚礼，也许公子会较有兴致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厚礼，可以让当年骆家庄313名冤魂复生。事已至此，希望公子还看眼下。如我所料，公子虽有万千巧思，但是对官家却无计可施。我的第1份礼物便是帮公子解救广汇庄的莫老板。好啊。苏会长，
你可否帮此忙？姐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当不得真。方才事情推演，你已听明十有八九。你去找钱叔，他会告诉你如何将莫老板从大牢里救出来。你犹豫什么？还自诩习武之人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不是，马上去。云兄，虽我不知为何有这般局面，但毕竟她是我姐，请你别对她。你放心。苏会长的第二份大礼，就是让苏明玉当商会会长。正是。骆家庄惨案发生在浙东购地风波期间，我苏家难辞其咎。你想要的真相，我无法给你，所以只有将我全部家产赔付于你，希望公子可以满意。我已将苏家所有家产过到明玉名下，还有商会的手续刚刚办完，明玉待我持会长一职，可是他年纪尚幼，无法服众，身边还需有人辅佐，因此苏家的人脉、钱财都将为你所用。当然，如若你想取而代之，也是未尝不可。诚意十足。不过我收与不收，还差最后一问。恐怕我们两个都不想听到那个名字，便是凌渊。公子，偏远宁静如骆家庄，怎么会与凌渊有所瓜葛？能说的我都说尽了。的确，于情于理，先父的嫌疑是最大。但是过往之事难以追查，真相未必如你所想。如今，我苏家的命脉都在公子之手，为何不能暂且放下，去寻寻其他的可能？苏小姐，你行事为人这般智慧雄静，云某佩服。下去吧。是。少主，菜齐了。姐，这龙井虾仁儿，号称难度一绝，尝尝。2个人，12道菜。姐姐嫌不够啊，我们再上。有无？是，站住！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姐姐一走3年，难得相见，
弟弟想好好招待你，何错之有啊？我是想问，你究竟为何而来？突然出现在南都，究竟想做什么？这话可就有意思了。半个月前，有人传来消息，说这南都城又来了云台之人，还闹得天翻地覆。此事呢，我自然是恨那南宫放做事不管，毫无作为。可让我称奇的是，公子香身边那女子，竟神似我凌渊大小姐。姐姐啊，你接近那公子香，是为了我门中利益吧？我与公子香同盟，自然是为了遏制南宫放的势力扩张。这话说得对，这南宫放啊，是越发放肆了，就连他的鹰犬，南都的舵主叶萧，都敢对我阳奉阴违。若真让他们一步一步立稳根基，保不准我凌渊真有易主。所以你盗窃府库，看似帮叶萧对付云台，实则扰乱南都，为打乱南宫放的部署。高明吧？愚不可及。南宫放何等人？我寇家本来就与他相互之后，悬殊一线间。你这样做，无非是向他宣战。他若有所异动，凌渊必有内乱。可少主此举，亦是替门中着想。闭嘴！姐姐离家3年，一人游历四方。临走时曾说定会找到制衡南宫放之良策。你觉得我蠢？莫非你所谓的良策，便是那弱不禁风的公子香？当然了，我也听说他有些手段。只是我想提醒你，南宫放是我们的敌人，云台更是。不如就让我留在南都辅佐你，待那公子香完成使命，我再替你杀了他，你看可好？与官府打交道，不容出半点错。荣叔教你的话，一定要记得。阿姐放心，我都记着呢。当真要走吗？行李已经在车上，此刻出发，天黑前就可以出城。今日就要走？你不管我了？你看你又孩子气。我知阿姐一向做事落子无悔，果断利落。可这回，能不能再缓缓？这次换阿姐任性一回，云游四海。你我血脉相承，你喜爱江湖，阿姐又何曾不喜爱？这次阿姐可以走出去，看看山河。知道了，姐。柯姑娘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苏家的女主人了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打点苏家上上下下是很辛苦的。把明玉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别惯着他。姐姐，你要常回来。如果在外面待的，心里不安，早点回来。我心暗处皆吾乡，也许有朝一日，阿姐会回来。也许。阿姐将永不回来。可是无论阿姐在何处，你们永远在阿姐心里。小姐，该走了，要不出不了城了。先说，你
一定护阿姐周全，自己也照顾好自己。从小你就喜欢看夕阳，爱背李义山的诗。我现在喜欢日落后的宁静。山长几千重山，北山南总是风。人已远疏，须看火马，他深山不见踪。春雨冥冥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一生一次转身，从此这扇心门再不许人过问。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九月初三，夜露似珍珠也似弓。大雨滂沱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分不清的回忆最回忆，越是情深越是造化弄人。强风吹动几万里，扬鞭策马征战地，高楼当此夜，只听得见叹息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留下两句诗一句诗意，越是情深越是越陷越深。